嘿，我们是熊猫堂 Blues Palace。那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北京的某个地方的一个电影院。那我们这次来电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那是为了干什么呢？当然是欣赏我们的新歌MV。是的，我们第4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先行曲辅的 MV。对，然后我也是EM 是邓紫棋了。也邀请了饲养员，是的，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reaction。是的，到现在我们一个片段都没有看过，我们也很期待。保密性太好了。对，公司总是藏着掖着，然后就跟我们也藏着掖着。对，我们的这次的舞蹈也是我们的老阵容啦，蕊哥帮我们编的这支舞蹈，对，非常魔性以及非常洗脑的一个动作。蕊哥不站在对面，你会这么说吗？不在我也这么说呀，跟蕊哥都老合作了，是不是？那我们话不多说，走吧。进场！哎，我水。是准备了，不，我们就是你知道电嘛，所以我们就有斧头，对吗？哇哦，这个很应景哎。而且还是撞色的。对，但是还非常有这个 MV， 还有的货还来不及到，这个视觉效果。这吸氧。吸氧那对，真的像吸氧。我们现在到西藏都在那。对，来看电影的。没有吗？是不是有特别版？新歌是经典音乐哦，高级哦，这玩意儿正好。欢迎大家，然后大家都知道啊，非常感谢大家，然后莅临我们熊猫堂4专 GAME 的，然后先行曲辅的 MV 的 reaction 现场。这次活动也是我们熊猫堂第一次，然后邀请粉丝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MV。抢先看。对，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自我介绍了，太官方。我们是。说实话，我们其实也没有看过，所以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惊吓。但听说上了科技盒很活，然后是一点点就是叫很精致的一个东西。拍完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像我们很难想象，平常拍 MV 一个画面，我们大概知道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停的做一个动作，我们最后也不知道会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对，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看起来很傻。对，就是总体来说，看着导演的想法还挺大胆的。对，是的。然后那就是反正大家入座了，好吧？然后我们亲自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零食，因为影院的话是不能吃东西掉一地，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发送一下零食礼包。然后待会儿的 reaction 会拍到大家，所以大家尽量就是给积极正面的回应 reaction 啊，需要浮夸一点且真实，浮夸且真实，那不是我吗？全员都是你今天。然后现在开始。这把斧劈开天，劈开地，劈开人民不公的血，劈开看，劈开理，劈开水火不容的裂，劈开天，劈开地，劈开乾坤为零的界。你已经听了遍豪迈最尽心真理，砍去两把斧，一令夫死虎。江湖，劈水煮江湖。广告哎，好看的。怎么有点？就是练到狗头线，骨头也能收鸳鸯。人间飓风眼横扫，个子好矮呀！这么矮还在站？开山断水哦，断越高，寒光烈焰战吼，横扫冠云州，铁拳炸成阵早。这把斧劈开天，劈开地，劈开命运不公的血，劈开看，劈开理，劈开水火不容的裂，劈开天，劈开地，劈开乾坤为零的界。你
苦练我的失败。学了一点礼貌，还是杀掉我的悲伤。幸好我们人不是重，才被恐惧混蛋爱你比。怎么回事啊？我的是你爹地。加马的敲盘机和耳机还是很矮啊。皮肤蓝眼睛，全都来崂山修真谛。中华上下5000年，信手拈来都是 RPG。屁吗？这是？哦，在这里，这个专场。心中醉我就是酒，披星戴月，寒光烈云斩龙后，魂扫断云州，铁拳炸掌我横着走，威风断望流，爱和你专制不服众。这把斧劈开天，劈开地，劈开命运不公的戏，劈开看，劈开理，劈开是我不容的力，劈开天，劈开地，劈开乾坤未定的劫，你已经听了别人的豪迈，吹进星辰。劈开天，劈开地，劈开命运不公的戏，劈开看，劈开理，劈开水火不容的力，劈开天，劈开地，劈开乾坤未定的劫，你已经听了别人的豪迈，吹进星辰。哇哦！真是上很活啊！好笑啊！说不出来。哇哦，好像科幻大片哦。你是说不出的诡异吧？在哪的那个地方？啊，用我的名字。好，那刚刚是我们第一遍去看这个 MV， 然后也是大部分的来宾今天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熊猫堂的6位有些什么样的感想。要素太多了，我是觉得这个创意有点就是出乎意料，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下一趴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然后它有结合到很多色彩，然后创意，然后那种就是想象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疯癫哦。就是一本正经的疯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表情每个人都一本正经的，然后但是整个 MV 就很疯，然后元素也很多，也上了很多科技，很活，感觉就前面那个开头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就科幻大片的感觉。萤火虫从外太空飞到地球来，对，就是荒谬，非常荒谬。我记得在那个第3张专辑《War》的时候，我们拍《锦鲤布噜噜》的时候，我记得有饲养员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哇，Hanson 导演的功力又升级了。我觉得这一次好像又升了一大步，进化了。就是《锦鲤布噜噜》的 MV 可能有一部分运用了就是这种动画的特效，这种夸张的，但是我感觉这次辅的 MV 好像全部都是，真的很厉害，真的非常厉害。而且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单听这首歌，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刀群舞啊，是一个口号的歌曲。但是配了 MV 之后，觉得好像更丰富了，对吧？对，魔性。就是拍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感觉。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就是我们以为就很简单，其实就是摆了几个 pose， 然后就跳跳舞而已。然后简单的情绪的这个提供，但是没想到出来以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影片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觉得它 AI 的细节处理的其实挺好的，就是并没有让人就一眼就是知道你 AI 的那种感觉，其实没有很突兀，没有那种很假的感觉，就是从外太空飞进来的，对，没有那么那个什么。但是我要反驳一下崔云峰说的，就是说我们拍的时候，那个天台，你还记得我们在天台那个大太阳天、大夏天的时候，我们拍的也不容易啊。那个天台我们那个每个人都拍了，然后基本上是应该那个时候在日本是40度吧，反正就是换人上去的时候拍就顶着巨大的太阳，每个人然后在那里拍啊，有舞蹈啊，然后还有表情啊，各种 pose，对，就还蛮不容易的。是的，大家不先出席。好，我们要去跟来宾们有些交流。然后这也是就像刚才一开始那个丁总介绍，今天我们除了粉丝以外，也有一些团队的伙伴，我们有这首歌的制作人李豪老师。然后有这首歌的编舞老师小魏老师，我们创造方面的老大，然后还有我们公司其他的有在服务的艺人也来到现场。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去基于音乐也好，基于企划也好，基于 MV 也好，我们都可以有些交流。首先我想看一下大家那个看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谁都可以去
踊跃一点哈，应该来。没有话筒吗？没有，我这边收音。所以我其实有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名字跟叫斧？然后呢，因为斧的感觉给人就是一种武器的感觉，是一种比较就是跟武器相关、比较这个凶的感觉。但是呢，呈现出来就是完全反差的这种感觉，很无厘头的这种。所以包括它的歌词，就是它这个 MV 跟这个歌词，包括这个编排，它是怎么融合的？所以我想说，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因为可能我们第4专叫什么？叫 game， 其实就是一个游戏人生。那觉得为什么是一个斧呢？那我觉得熊猫堂会，那玩游戏需要什么？需要武器。那我觉得我们熊猫堂和我们公司的人在一起，包括和饲养员在一起，我们手上就是身披战甲，然后手拿着一把斧头。这个歌可能就更像是2把斧头，这个歌可能更像是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利器，我们劈开所有的阴霾，也正好劈开我们4专的一个先行曲。然后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可能是我个人的，对，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刚刚大家看开头，其实那个有一点。其实我是觉得有点，你不知道大家看过周星驰导演的那个，就是《大日如来神掌》。其实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周星驰也拍过一个类似于就是那种功夫里面有斧头帮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细节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致敬周星驰导演的那个，就是功夫斧的那个感觉。哦，斧头帮那个。对，斧头帮的意思。大家是看的第一遍嘛，其实17说的非常正确。哎，是啊，是真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一开始那个从天而降带火到地面，这个其实是致敬了大家。同样的一个片段里面，我们采样的那个功夫的里面的那个大日如来神掌，其实就是如来神掌那一幕的那个致敬。然后，当然这个是一个小的细节。那这首歌当初我们在收歌过程里面是一个决策比较快的一个歌，基本上这个作者他不是跟熊猫堂合作很多的一个作者，是一个新的合作的作者。然后这个是词曲编都是他自己做的。然后这个歌本身他创作的时候就没有想说。是觉得会有商业的可能性的一个歌，包括可能所有人对于这个歌的题材，包括这个听到这个歌之后幻想的这个 MV 的，可能也不是这样子，或者说熊猫堂本来也不应该是大家所想的男团的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问吗？来，首先恭喜各位啊！我觉得真的是拍得非常不错。真的，就是因为来之前呢，一直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曲子，然后呢，名字叫斧。首先我感到的是一种开天辟地的这种独特感。以往大家都说熊猫堂在1专、2专、3专，从 Asia 到 emo 了，到 World， 是不是到4专就到 Universe 到宇宙？但实际上。没想到还能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就 game 实际上是玩起来的一种感觉，刚刚丁丁也介绍了，然后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彻头彻尾，可能推翻以前大家固有印象，然后重新打碎自己之后，又捏起来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感觉，一个音乐气质。而且整体呈现来讲，真的是耳目一新，然后又觉得合情合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4专再上一个台阶的熊猫堂。没错，就是布老师其实有问我们当时拿到这首歌，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录这首歌和每个人设计自己 solo 桥段的时候一个心路历程。因为这首歌啊，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走的是一个男性荷尔蒙的一个低音 vocal， 然后开头就是那个很磁性的那个把气泡音泡到底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低音 vocal。我回应一下啊，我第一次拿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其实大家给我的反应就是，因为他们听到的时候说，哎，这是你录的吗？我说所有人以为就是那个听完那个 demo 以为是我录，其实不是我录的。但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我的音色上来说，其实蛮搭这首歌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内啊。我的心路历程是这个。当然，我们在真正录音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做了很多的变化，以及就是增加了很多丰富的一些设计在里面，就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层次的。这首就算全员 rapper 了吧？那我们来采访一下不在舒适区的这位吧。怎么拉踩了？怎么可以这样呢？哎，波波你自己
己说是不是？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在录音室里面，就是感觉到崩溃，就是对，感觉到为难，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之前录音都是可能我第一个去录，然后我录完以后就结束了嘛，然后结果就后来这一次是我录一半，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峰峰你先出来吧，就是代表说可能我走旋律向的之前的擅长的风格，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没有那么搭，但是就是说，但是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和突破吧，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也做了一些可能就是怪音啊、网络音的那种融合在里面的，也的一些尝试和突破。对，所以也是。就是给大家模仿一下，就是崔云峰平时在录第一张专辑到第3张专辑的歌的时候，我们的制作人配唱老师都是很好，然后过了。然后这次录这个音的时候，峰峰你再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你能不能让我再打开自己一点就觉得不用？就是其实打破了你对这个音乐的羞耻心，因为峰峰相对比较正经嘛，然后唱情歌嘛，这首歌其实就是需要玩起来。峰峰他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那个就是我一直达不到就是老师说的那个标准，就是我不知道老师他想要的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达到那个感觉，就是在摸索嘛。然后其实刚才可能大家听第一遍的时候没有听清楚。然后第2遍每个人的特色是在那个 solo 剧里面，然后他是第一个出来的，他那个是叫网络音是吗？对，网络音那个真的是当时说不出来的。但是当时其实还是要很感谢一个人，就是感谢我们的鲁鲁。我特别要感谢一下鲁鲁，因为如果没有鲁鲁老师的话，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演绎。没办法自由加进。峰学得很快，对，也就半个小时。因为可能就是对冲浪的速度没有那么的狠，但是就是通过鲁鲁老师教我的话，很快的就呈现了。对，然后还有那个制作人今天也在，以后要不要说一下那个当时录音跟制作的？掌声欢迎。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好的。因为其实主要制作人其实对我们每首歌熊猫堂每个人的声音啊都比较知道了，所以他会做一个适配。因为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以为17接私活去了。对，然后所以其实都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就觉得这个歌应该比较适合熊猫堂来唱或者怎么样，包括其他的成员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部分啊。其实这首歌也没有在我来看接到的时候没有考虑其他太多东西，就是觉得可以大家怎么样去发疯啊，去有意思啊，去玩就好了。对，并且不需要去考虑太多本身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一个状态跟态度会更重要一点。对，大概这样。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加了很多什么方言啊那些怪叫，其实80%以上都是在现场制作人大家一起磨合下来，你试试这个，你试试那个，就大家对都完全都是试出来的，所以说也没有提前想到太多，完全是现场大家一起玩起来，把这个东西就试出来，加了很多音效。这首歌录音的时候其实挺轻松的，很欢乐，然后很欢乐。然后你们之前不是总喜欢问我们每个人团员吗？啊，这么多歌里面你们喜欢哪一首歌？但是呢，我觉得4川可以告诉你们，就是熊猫堂的音乐不想让大家失望。你们在别人问你们喜欢哪首歌的时候，你们可以永远有自信的说喜欢熊猫堂的下一首歌。还得是对的。还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既然音乐的部分，没有，我们音乐的部分，好几个人手都快举了啊，是吧？啊，你让人家说呀。我说这个腐到底是腐在啥东西上了？然后一开始小德说开局，我开什么局？然后一上来，大家从宇宙飞向了地球，然后每个人都着着火，喷着火下来。我吓死了，我心想说这歌到底你要拍什么？然后就像是布恩特老师说的，每一个场景都是出乎意料的，而且怎么能容纳这么多的多巴胺的元素？而且我感觉就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大家走到了一个元宇宙的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我们之前我在听熊猫堂的每首歌，
我是能够很清楚的去分辨每个人的音色的，但是这一首歌你根本来不及去分辨到底谁在唱什么，所有人好像就是打碎重组，融合成了一个真的新的一个人的状态。而且里面的那些小巧思，不管是说我们整个 MV 里面的那些不同的场景，然后给别人的那种炸裂感，然后还是说大家就是给出来那种不同的音效音色，然后很搞笑的那些东西，确实在里面能捕捉到非常多这种网络时代的红人们的影子，我觉得真的融合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最后说一点吧，就是整个的这首歌如果不火，天理难容，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真的。就是我就等着这一次的新歌上线之后，大家就疯狂打 call 吧。但我觉得可能难度不会像以前是那么大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旦扔出去，它一定有自己的水花出来。就祝这首歌做我们整个这个 GME 这首专辑的先行曲，把它炸开，然后我们一起大火。哎，他刚才是带着火出场。他刚才说到那个，我突然觉得，在日本有那个水平乐，我觉得我们像是另一个是有男版的那个水平乐6个座驾。飞下来。对啊。还有一点啊，卡斯里面那个喷火的，他好像美国众神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印度的火神。哦，所以说你在说卡斯烧死了。怎么能那样？是吧？真的是又着了心了。所以我们在这个 MV 里面不能叫熊猫糖，我们应该叫 Six God。60个。所以呢，每个人可以代表一个神，把什么自己想传递的东西传递给大家嘛，这也行的。其实我们音乐的地方聊过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聊一个，就是这首歌的 MV 的舞蹈。对。这个舞蹈部分非常的棒。我跟你们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刚刚拍了我们这个舞蹈训练室，当中是非常难。让我们有请帮多位知名艺人编舞的刘红飞老师。小仙女，她是从训练生时期就一直教我们舞蹈，看着我们长大的。对。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说，其实你给很多艺人编过舞，然后很多艺人给你要求都是要怎么美，怎么帅气。然后我们公司和我们6个人都会说怎么搞怪，怎么搞笑，怎么来，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因为每一位艺人、每一位团体，他都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是尝试不同的那个团队的要求，跟共创一些好玩的事情，都是可以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可以尝试。对，不要 Q 我了就。新人哥，说下舞蹈部分，因为蕊哥的话，其实从我们的碎碎念啊，到工具人啊，到我已经数不清楚，太多了，9万都是蕊哥编的，然后每次他也是就是费心费力，然后有时候他之前还去节目组浪姐啊，然后我们还会去问他 P 哥等等等。对，跟张艺兴同台啊。蕊哥会抢，所以你知道跟张艺兴抢镜头。所以你知道蕊哥的 range 有多宽了吗？就可以跳出很帅气的，然后也可以跳这种。对啊，这个舞帅气吗？其实作为熊猫糖的话，其实蛮感谢我们的每一位老师啊，孙云老师，然后蕊哥给我们每次作品带来不同的尝试，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歌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对，然后再带着理解，然后套着我们熊猫糖去呈现这个舞蹈，然后就你觉得这个MV里面我们这个舞蹈跳的你满不满意？满意。当年哈，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蕊哥编这个舞的时候，他是有很多巧思的，就比如说结合这个斧，它里面有很多很经典，就是斧头砍的动作，它也有很多魔性柔软的动作，然后并且就是把我们的喜感呀和我们帅气的一面都揉在了一起，所以最终呈现起来跟这个歌的感觉是很贴切的，所以就感觉蕊哥有很多小的设计，包括队形上，其实这次来说，在之前嘛，我们所有的队形里面还是加了很多难度在里面。大家期待一下舞蹈版吧。对，期待一下，也期待一下大家的参票。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互动就暂时到现在这个节点。这个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们也想拍，我们一会儿跟